这支影片帮大家整理了日本福冈30个必玩景点加美食，能俯瞰福冈夜景的福冈塔，在大豪公园逛隐秘的日本庭园，体验日本屋台文化，吃我心中第一的明太子面包，还有超美味的烤鱼料理。太宰府天满宫、九重梦大桥、别府地狱八汤、温泉小镇游步院。想知道福冈怎么玩、怎么吃、交通怎么搭、6天5夜要花多少钱，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嗨，大家好，我是李欧。继上一次的北海道之旅，这次我们来到九州第一大城福冈。接下来的6天5夜行程非常特别。前2天呢，我们会自己在福冈市区吃喝玩乐、逛逛街。后面4天呢，要带着我们的家人，这一次是10人大团，一起到太宰府天满宫，还有九重梦大桥、别府地狱谷，最后再到最热门的温泉小镇游步院。那赶快继续跟我一起看看九州的福冈有什么好玩的吧 ，Let's go！ 啊，对了，跟大家抱怨一下，我这件衣服上次穿已经是1年多前去京都、大阪的时候穿的，结果呢一直放在衣橱里，它居然给我脱皮了。大家看这个脱皮的风衣，如果不顺眼的话，还请大家包涵一下哦。福冈是日本第6大城，也名列日本4大美食之都。距离台湾只要2小时的飞行时间，从机场到市区也只要短短15分钟，非常方便。这次福冈之旅来回搭乘台湾虎航，这次买快闪特价还要6833，疫情前来福冈才3000多的票已经回不去啦。第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天神商圈。天神商圈是购物中心与潮流的集散地，这边有非常多的知名百货公司，还有老字号品牌，甚至还有一整条的天神地下街。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吧。我们现在来逛天神地下街。天神地下街是一条非常漂亮的商店街，它是仿欧式的街道，有这种石砖，随处都可以见到这种欧式街灯，上面呢是蕾丝的雕花，整条商店街非常漂亮，给人满满异国的氛围感。这条商店街可以直接通到那边的大丸百货，然后另一头是通到3月百货。走一走，走到 Press Butter Stand 九州限定草莓口味，口味好多哦，有苹果、栗子、白巧克力。3月百货买草莓，我买这一只熊本熊的，才647耶，超便宜的。现在我们在天神这边要吃午餐啦，那么午餐吃的就是这间超有名的葫芦寿司。它在这间全家旁边是一间非常小的店，但是非常的有名，很多人都推荐来天神一定要吃。我们下午1点过来。它在2楼，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排到这里了，超多人。它的菜单蛮多样的，我们今天点了一个串烧，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寿司，我们就各自点了喜欢的。它的组合套餐也有很多种可以选择，那不过我们今天就是都点自己喜欢吃单点的。它的干贝也是超大一个，龟卵爆出来了，我来吃吃看。那干贝的鲜甜味整个扩散出来，哇！而且超级新鲜，吃起来有够鲜甜，好好吃，超赞。鲑鱼也是一样，入口即化，超好吃。我觉得比我们上个月去北海道吃的那个根式花丸还要好吃。炙烧鲑鱼明太子还有炙烧明太子花枝也很赞，它的明太子超大一坨，吃起来好罪恶。所有寿司看起来都是很精致又好吃。串烧上来了，哇，摆盘摆得好丰盛哦，看起来超好吃的。它的汁整个在滴耶。刚刚我们吃葫芦寿司的时候出包了，身上只剩下上次我们去北海道剩了11000日元，菜上来我们全部都没看，太饿了，直接想吃什么点什么，花了7600日元，差一点不够。来福冈的第一餐就花掉2/3的现金。要怎么前往天神商圈呢？搭地铁机场线到天神站，或七威线到天神南站都可以。葫芦寿司就在这2站的中间。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结田神社。结田神社是福冈历史最悠久的神社，有超过1200年的历史，被视为是博多的守护神。我们今天非常幸运，刚好是2月来遇到结份大祭才会有的福神面具。这个福神面具是日本最大的一个，听说只要从它的嘴巴钻过去，就可以招来1整年份的幸运。耶，钻过来了。进来之后啊，它的天花板上还有这一个12生肖的幸运方位轮盘，可以看看自己的幸运方位在哪一个地方。
要先来手水社净化一下心灵。净化完成后，就可以到本殿参拜了。我很喜欢结田神社的氛围，不止庄严，又很漂亮。来到结田神社，一定要来喝灵泉鹤井水。据说这个泉水是传说中的灵泉，喝了就可以延年益寿。喝的话要分3口，第1口为自己喝，第2口是家人，第3口是为身边所有的人。那喝完呢，大家就都能延年益寿啦。不过水蛮咸的，所以大家要适量饮用哦。那我们参拜完成之后，走到旁边这里有一个巨型山立。也是来到结田神社必看的。这个巨型山立是每年7月的博多祈源山立，奉献给神明的神教，那是为了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个巨型山立超巨大，不知道到底有几米高。在祭典的时候扛着这个巨型山立，那一些人也是很厉害。山立上面都会有跟日本一些古典传说相关的人物在上面，旁边还有历代的相扑力士要献给神明的历史。那其中这边还有一颗4石可以试爆，我抱抱看，开始超重的啦，抱不起来，太重了，相扑力士太厉害了，完全抱不起来。抱完砾石，继续往后走，结田神社的周围也有许多其他小神社，也有御神牛雕像，也别忘了买御守。我真的很喜欢结田神社，第3天晚上又带家人再来一次。晚上的结田神社也很漂亮，灯笼与夜灯点亮后的神社也有另一种不同的感觉，推荐大家白天晚上都能来。我们从结田神社后面出来呢，刚好就可以衔接到这一条川端通商店街，它也是一条很有名、大家很爱逛的商店街哦。要怎么前往结田神社呢？搭地铁七威线到结田神社前站就可以抵达。那现在已经到我们的饭店了 ，Hotel Monte Amna。刚我要 check in 的时候，柜台人员说找不到我的订房资料，结果我居然订错日期，去了那么多国家，第1次订错，还好他们还有房间，所以马上重新订，不然差点就要露宿街头了。那大家进来呢，大厅是算还蛮不错，很舒服，很干净。它的房间走廊算是很宽敞的，房间呢也算还 OK， 2张单人床，然后是有采光的。我们今天住11楼，看出去可以看到城市。不过我觉得房间的装潢就比较没有那么有质感，像它这个莫名的泡泡，我不知道是干嘛的。厕所呢，大小算是比较偏小一点。那我觉得福冈的弱项就是房价太贵，虽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但随便起跳大概都要3000多。这间已经是我们订到很便宜的，大概2000多块。然后房间的大小算是还蛮满意的，还 OK。那昨天呢，我们在这间 Monte Amna 睡的，我觉得它床还算蛮舒服的。那它的优点就是它离捷运站3到5分钟而已，然后楼下有超商跟超市，地理位置算还不错，然后房间空间蛮大的。但是呢，我觉得它的一些小细节做的就是普普通通，像是它的装潢比较老旧一点，然后这间饭店的 WiFi 稍微有一点卡卡。还有这次来日本，我使用来自日本的 eSIM 品牌 Triva 网络稳定不降速，吃到饱还能开启分享给别人。流量型可以在 App 查看剩余的流量，不怕突然用完，而且就算用完了也可以直接线上购买，非常方便。全球超过200多个国家都能使用，而且 Triva 它有自己专属的 App， 在 App 上面手指点一点就可以轻松安装，都不需要另外再扫描 QR code。不太会用3C 的长辈都可以自己轻松操作。那最重要的是，它还有24小时的线上客服，你如果在国外遇到网络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线上询问，及时解决。如果下次出国有需要用到 eSIM 的话，就试试看 Triva 吧。输入我的优惠码还可以享有折扣哦。要怎么前往蒙特埃马纳酒店呢？搭地铁七威线到渡边通站，步行3分钟就可以抵达。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福冈塔，这一栋超级高的福冈塔，它是福冈最高的建筑物，也是日本的第3高塔，仅次于晴空塔跟东京铁塔。那它同时也是全日本最高的海滨塔。福冈塔它是1989年的时候，为了纪念亚洲太平洋博览会而建立的。外观是一种很帅气的三角形，造型很前卫，而且同时呼应了福冈市的市徽。然后上去福冈塔，我们要先在售票台这边买票，或是呢可以先上 Klook 买好票，但是一样要排队，价格会比现场排这便宜一点点。我们现在上去它的观景台看啦。
门票上有福冈塔的图案，电梯上面有漂亮的灯。排电梯大概花了30分钟。透明电梯里可以看到福冈塔内的结构。我们现在到123公尺高的顶楼展望台了，这边可以看到福冈市夜景，超级漂亮。它是360度都可以看到不一样角度的福冈夜景。哇，超漂亮的耶！这边夜景超美的，而且这一边还有一个会发亮的地板，这边是要排队才可以在这边拍。哇，好赞哦！在这边看夜景蛮浪漫的，而且我觉得福冈塔的设计很不错，它会把这里的灯全部都关起来，所以你在拍那个夜景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反光的问题。它这里的夜景比我想象中的还漂亮，不只可以看到城市，还可以看到海边。福冈塔的夜景真的很美，我们在这里拍了好久的时间，可以从高处俯瞰整个福冈市区的夜景，夜景非常饱满，整座城市在晚上也更加美丽。福冈塔也有爱情锁与心形拱门，可以让情侣在这边拍照打卡。大家真的可以来福冈塔看夜景，非常漂亮又浪漫哦。因为福冈塔的电梯算是蛮小的，所以我们排队排了一阵子。我们就在它楼下的全家买了一盒小炸鸡跟这个布丁，听说这个布丁超好吃。我们上个月去北海道的时候跑了好多间都没找到，今天居然在福冈找到了，赶快来吃吃看。它的质地超不像布丁的，有点像在吃比较水的奶酪。它的外层是比较滑顺的口感，然后它里面是比较扎实 Q 弹一点，吃起来可以吃到2种层次，蛮好吃的，奶香味很浓，是不错吃的奶酪。然后它的炸鸡呢，完全不热 ，Lawson 炸鸡大胜。要怎么前往福冈塔呢？在天神站附近搭302或 W1 公车都能抵达。今天的晚餐我们要吃这间面屋煎虎。面屋煎虎是在天神这边号称必吃的沾面，但它非常的浓郁，而且辣味是真的非常辣。但因为我们不太敢吃辣，所以我们就是吃原味的浓厚沾面。中午吃那个葫芦寿司的时候，把太多现金花掉，现在没有钱去本店吃付现金的，只好来 Paco 吃这边可以刷卡的。那我们现在是晚上9点来吃，还排了一大排人。排队等了半个小时，终于上菜啦，快饿扁了。大家看看它的面，超 Q 弹，超 Q。这个软 Q 的程度真的是超级夸张。然后这个沾面的浓稠度非常的浓厚，我没有再吃这么浓厚的。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吃根类很勾的那种口感，不知道沾起来我会不会喜欢。哎，好像还行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更好吃。可能是它的这个汤底是可以吃得到那种鱼的鲜味的，而且它的汤头啊加了非常多不同的香料啊，还有一些肉去炖煮，整个层次是很丰富的，还有很大块的肉。哦，它这个肉咬下去入口即化，超赞的。然后它这个浓厚汤汁，我刚刚加了一点汤进去，把它稀释就可以当汤喝，但是那个热量应该超级高，所以请酌量服用。最后再用这个面沾这个汤，再吃一次，3种不一样的风味都可以在一个沾面一次达成。哇，来吃吃看它的饭，好香哦！好吃，它可能混在一起，然后蛋汁也都包在一起，整个口感是很棒的。然后这带有一点点微呛辣的口感。这间面屋煎虎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沾面，大家来福冈的天神一定要记得来吃哦，好吃。要怎么前往面屋煎虎呢？搭地铁机场线到天神站，面屋煎虎就在 Paco 百货里。午餐我们要吃一间听说很厉害的烤鱼料理，就是这一间炉端。它的外面就已经有一个大大的鱼字，可见它的烤鱼料理应该是很厉害的吧？赶快来吃吃看。他们只有
宵定时2种可以选。这是一间看起来很欢乐的店，所有的员工都还有上他们的本子里。摆盘超美，鲑鱼直接放在一块石板上。我先来吃一下它的鲑鱼卵，很新鲜。来吃它的鲑鱼，口味上是比较重咸一点，但是吃进去的口感很棒，是入口即化。然后新鲜现煮的米饭，还看得到烟。哦。新鲜现煮的真的是很赞，看口感超棒。接着来吃大块的烤鲑鱼，撒点柠檬汁。烤鲑鱼的火候处理得非常好，不会像有一些鲑鱼又干又硬又难咬。他们家的鲑鱼保有了水分，肉质也很鲜嫩，是非常有水准的烤鲑鱼。看我吃的清气溜溜，就知道有多好吃啦。要怎么前往芦端呢？搭地铁七灰线到六本松站，步行3分钟就能抵达。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大豪公园。大豪公园是福冈最大的城市公园，它有一座很大的人工湖，它有4座桥可以通往大豪湖的中心。其中最靠近入口处那一座最大的观月桥，同时也是福冈市的有形文化财。那整个湖面非常漂亮，而且还有天鹅船可以踩。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租船从湖中欣赏整个大豪公园。那这里原本是福冈城的护城河，后来呢被改建成这个公园，然后就成为市民非常喜欢的休闲场所。我们现在天气风和日丽，在福冈大豪公园这一边散步，就可以享受福冈市非常悠闲的这种氛围，超棒的。大豪公园里面有一间很漂亮的星巴克，跟我们明天要去的太宰府那边的星巴克并称为2间福冈最美星巴克。我们买了一杯福吉茶拿铁，坐在湖边喝，一边看风景。波光粼粼的湖面真的好漂亮，在大豪公园待1个下午都不会无聊。在大豪公园的南侧还有一个隐秘的日本庭园。这个日本庭园，它是用日本传统的庭园技术建造而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庭园里面非常漂亮，是很古典的日式庭园，古色古香的。然后还有这个小池，还有各种树木，还有一些小桥流水，真的是很漂亮。来这边可以好好放松心灵。这里的气氛真的很棒，付个250日元进来这个日式古典庭园散散步，非常惬意。日本庭园的旁边就是福冈市美术馆，这个美术馆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它的广场那里有一颗很大的黄色南瓜，是草间弥生的作品，很多人也会来这边跟他拍照。喜欢逛美术馆的文艺青年也可以来这边逛逛展览哦。要怎么前往大豪公园呢？搭地铁机场线到大豪公园站，步行3分钟就能抵达。日本庭园与福冈市美术馆也都在公园南侧。我们现在入住今天住在中州川端附近的威斯特酒店，里面的空间呢比昨天的小一点，不过它格局方方正正的，走道的空间也都还是蛮大的。它在细节方面是比较好的，像它房间整个就是新很多，看起来很干净，而且厕所算蛮大的，还有一个超大的镜子。它的衣服看起来也比较有质感，黑色的，还给我们一个袋子，这样等一下如果要去泡汤的话，就可以带一些脏衣服跟浴巾。要怎么前往威斯特酒店呢？搭地铁机场线到中州川端站，步行3分钟就能抵达。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中州屋台街。中州除了是日本3大红灯区之一，同时也有日本最有名的屋台街，可以体验浓厚的夜市文化。那这边呢，有各式各样的小吃摊贩，有多达100多家这种露天的屋台，
所以想要体验日本的夜市文化，来中州屋台就对啦。这边有最多样的摊贩，明太子啊、拉面啊、烤饭团等等都能在这里吃到。福冈的屋台兴盛于2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时候因为经济萧条加上粮食不足，所以很多人呢战后要维持生计，就开始在路边摆起这个所谓的屋台。全盛时期有高达400间的屋台，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卫生法规啊，还有交通法规等等的限制，所以就让屋台渐渐没落。那后来因为所有的摊贩他们就集合起来，说不能让夜市的灯火消失。后来就完善了屋台的自治条例，就重新又繁荣了起来，就变成现在屋台的样子。要怎么前往中州屋台街呢？搭地铁七威线到结田神社前站，步行5分钟就可以抵达。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福冈市区美食逛街之旅。我真的觉得福冈不愧是美食之都，超好吃。福冈塔夜景、漂亮的结田神社，还有悠闲的大豪公园，我都很喜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前往太宰府天满宫，还有九重梦大桥跟别府地狱谷。今天开始的4天呢，我要带着我的家人们，总共10人的大团，一起玩福冈剩下的景点。那赶快继续跟我一起看看福冈有什么好玩的吧 ，Let's go！第3天一早，我们要从福冈市区回去机场接家人，跟大家分享从福冈市区到机场的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搭乘地铁机场线到福冈机场站，因为福冈机场站是国内线，如果要搭国际线的话，要再搭免费的机场巴士，大约10分钟才能抵达福冈机场国际线。这种方式适合住宿刚好有在机场线的朋友。第2种方式是在博多车站直接搭乘机场巴士到福冈机场国际线，中间不用转车，也不用上下地铁。如果你刚好住在博多，直接搭巴士会更方便。我们刚好要去博多车站取过几天要搭的游步院之森的车票，所以我们就直接搭机场巴士啦。福冈机场跟家人会合之后，我们就要前往太宰府啦。可以在机场的机台自助购票，一张票是600日币，可以用现金或信用卡支付。操作很简单，如果有不懂也能问现场的志工。那我们太宰府的公车票买好之后，就可以找到 Lawson， 它旁边这里有一个6、7号的地方。我们排在 A 道，就是要去太宰府的公车站牌。我们巴士下来之后呢，就会到西铁太宰府车站。那如果是搭西铁过来的人呢，就是会搭到这里。那因为我们是直接机场下来之后，直接上来太宰府，所以我们会有行李，我们就要放到西铁站旁边，这里有一个行李置物柜。那它的置物柜蛮多的，有4排，大、中、小，还有特大，从400、600、800到1000都有。像如果有特大行李的话，就是塞800跟1000的都可以。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太宰府天满宫表参道。我们搭车下来到西铁站之后，出来就是这一条表参道。那表参道的人很多，也有人会穿着和服，两侧就是各式各样的伴手礼商店与小吃可以逛。来到太宰府天满宫表参道，大家一定也要买梅枝饼。梅枝饼是这一边的名产，因为相传菅原道真他被贬到太宰府这一边的时候，意志很消沉，就有一个老婆婆，她给了他梅枝饼，然后帮他加油打气，所以后来梅枝饼就成为菅原道真最喜欢的食物，也成为这里的名产。所以大家来这边呢，表参道上面有超多梅枝饼店，可以随便大家选。那虽然它叫梅枝饼，但是它其实里面没有包梅子，它是一个用糯米，然后里面包着红豆馅的一个甜点。我买到梅枝饼啦，热热的，还有这种梅花的图案，它的皮看起来薄薄的，感觉蛮好吃的，来试一口。它的皮很薄，然后稍微有点脆脆的，里面的红豆馅不会死甜，很好吃。现在冬天吃这个梅枝饼，温温热热的也很不错哎。大家来表参道记得要吃梅枝饼哦。我们走过表参道第一个鸟居之后，就会到这一间天山草莓大福，它也是一间很有名的店，很多人在排队。还有超大颗的草莓，我们现在要买来吃吃看。现在来吃天山草莓大福。哇，它的草莓好甜哦！
而且超大一颗的，跟一个小拳头一样大。天山的草莓大福很好吃，它的草莓很大颗很甜以外，它里面吃得到 QQ 的麻糬，然后外层是那种酥酥脆脆的饼干，超好吃的。太宰府天满宫表参道也有一间造型很特殊的星巴克，它号称是日本最美星巴克，是由建筑大师隈研吾设计的。它有2000多根的木条交错而成，看起来很有流动感，而且完全没有使用任何一根钉子，就很像清水寺一样，就是用卡准的方式卡起来，展现日本传统的职人精神，还有现代工艺美学。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太宰府天满宫。太宰府天满宫是全日本12000座天满宫的总本宫，它所供奉的是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同时也被叫做天神，所以呢，会有很多的学生啊，或者是想要祈求考试顺利的考生会来这一边。那在疫情之前呢，我也已经来过一次天满宫，那时候是祈求事业的顺利。那现在刚好来这边还愿。来到太宰府天满宫，我们会在神社的门口看到一只御神牛。相传菅原道真生于牛年，也死于牛年，而且死亡的时候运送菅原道真的牛车拉到太宰府的时候就停下来了。所以呢，牛就成为了太宰府这一边的象征。大家可以排队摸摸这一头御神牛的头，祈求平安跟学业顺利。不过排队的人潮非常多，所以如果不想排队的话，可以先到太宰府里面有很多的牛，摸完不够再出来排队。那摸完御神牛之后，我们进入神社入口，就会看到太古桥了。太古桥总共有3座，分别代表过去、现在跟未来。那现在我要通过第1座拱桥，它是代表过去的太古桥，只有中间代表现在的是平坦的，前后代表过去未来的都是拱桥的形状。我自己觉得太古桥所代表的寓意，可能就是我们往过去的时候它是拱桥，所以我们看不到后面，表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然后在未来这边呢，也一样是拱桥，因为未来是无法预测的。那桥的中间代表现在的是平坦的，表示我们应该要专注于当下，不要后悔过去，然后也不要因为未来觉得迷茫就不去努力。那通过太古桥，我们就可以洁净的身心进入接下来的太宰府天满宫啦。我们要进入华丽的御本殿了。这一个御本殿是西元1591年的时候重建，已经有超过400多年的历史，甚至被列为日本重要的文化财。但很可惜，现在正在整修，没有我之前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完整的御本殿那么漂亮华丽。不过没关系，在本殿旁边还有一株飞梅，也是很有看头。它相传是菅原道真死掉的时候呢，一夜之间从他的老家直接飞过来这一边，所以就有了这个飞梅传说。大家来这边也记得要看这一株飞梅哦。不过很可惜，我们这次来的比较早一点，它的梅花都还没有盛开，不然像我上次来的时候，这里整个全部盛开出来，白色的梅花超漂亮。太宰府天满宫里面非常的漂亮，它有超过6000株的梅花，所以呢也被叫做梅花之神社。但很可惜，我们今年2月来的时候，梅花居然还没有什么开，所以就蛮可惜的。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来吃一兰的太宰府参道店。一兰拉面它是起源于日本的福冈，太宰府一兰它有限定的五角形合格拉面，它的碗是象征梅花的五角形，而且筷子也是五角形的，很特别。所以我们来这边吃这间特殊的拉面店，考生可以来这边吃一碗合格拉面，这样吃了考试就会顺利哦。一兰跟福冈市大部分的拉面店一样，采用自助点餐，记得要准备现金哦。我们总共有10个人，这间店只有16个座位，所以现在这一整排都是我们的人包了，只有另外一排的几个位置是其他的散客。我今天点的是合格套餐，1410日币。它的蛋是半熟盐味蛋，哇，哎呦，沥出来了！我的合格拉面上来了，五角形的，超特别的。马上来尝一口，而且它连筷子都是五角形的哦。哇，我点的是硬面。
硬面加上一点辣粉，真的是小喝甲。叉烧，很嫩。它的汤头是浓郁型的，不愧是一兰拉面的发源地福冈。大家来福冈一定要吃吃看一兰拉面，好吃到我把汤都喝光了，碗底也有五角星哦。吃完一兰拉面啦，排了1个小时的拉面，我觉得特别美味，而且我觉得一兰拉面吃起来就是不会太贵，然后又能吃到那种豚骨拉面的浓厚豚骨香，而且重点是这一间是全日本限定的唯一的合格拉面，超特别的。大家有来太宰府的话，一定要来吃哦。现在吃饱了，我们在这边玩一兰拉面的扭蛋，它总共有4种造型，究竟会抽到什么？开了，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抽到这个啦！对啦，一人商标啦！好啦，他们的招牌啊！原来它还可以开灯呢，看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哦，抽到什么？哇，抽到拉面了，一整套的耶，超幸运的。坐回去。你要发表一下感想吗？好烂哦！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要怎么前往太宰府呢？可以从天神搭西铁或是机场搭巴士，都能到西铁太宰府站。一出车站旁边就是一兰太宰府餐道店，走到太宰府天满宫的路上，就会经过太宰府表参道、星巴克，还有御神牛与太古桥喽。现在我们吃完，开始飘起毛毛雨了。然后因为这次有带一些长辈来，所以可能不太适合再上去灶门神社，不然原本是预计再搭那个公车上去灶门神社看看。灶门神社啊，它很特别，跟鬼灭之刃有非常多的共同点，像炭治郎他们就是姓灶门的，然后他们的作者刚好也是在福冈出生，所以呢，就是有一些人说，或许那一间灶门神社就是作者画《鬼灭之刃》时的灵感来源。现在我们要回市区了，因为我们要回市区，所以我们就不搭那个巴士，我们直接搭西铁，就是这一台，我们要搭到2日市。经过西铁5条站就能到2日市站了，接着再转搭天神大摩田线搭5站，就能抵达福冈市区最热闹的天神啦。现在我们到了今天入住的饭店——博多无福饭店。这一间博多无福饭店，它是无人饭店，所以比较便宜。因为今天是假日，所有市区饭店都太贵了。然后我们有10个人，所以我们就订这一间饭店的2个行政套房。要输入密码才可以把门打开，还要自行入住跟退房。入住就是拿我们在 email 收到的 ID 就可以了。现在呢，已经进来我们这间饭店了。它非常大，进来之后有一个 L 型的沙发，再配一个超大的 Sony 电视，晚上在这边看 Netflix 超爽，配零食吃宵夜。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和室，它是2张双人床，光这个榻榻米和室就可以住4个人。这边还有另外一间独立的4人房，用这一个拉门拉起来的，所以总共一间房可以住8个人。它有一个自己小小的厨房，有微波炉、冰箱跟洗手台，还有一个 IH 炉，里面也有很多杯子。然后这边是智慧马桶，一进来它就自己打开弹起来了。厕所的话，它有2个洗手台，还有1台洗衣机，然后它有一个暖气机，所以洗澡的时候完全不怕冷。浴室空间有够大的，超巨大的浴室。连花洒都有，吹风机居然是 Panasonic 大台的，加分。福冈什么都好，就是他们假日的房价超级贵。像我们找假日的房价都是人均4、5千块，因为我们要住不能太小间的，因为我们有长辈的话，就是要住舒适一点。这间是可以住8个人，我们只住了5个人，算起来1个人3000多块。但如果你能住满8个人的话，1个人只要2000多块，在假日的福冈算是蛮有 CP 值的。虽然它是无人饭店，要自己 check in， 但是里面的东西设备应有尽有。要怎么前往博多无福酒店呢？搭地铁香崎线到无福町站，或是机场线岐原站，都可以步行10分钟内抵达。我们逛完结田神社，现在在川端通商店街。我们发现附近很多店都要排队，那我们有10个人，所以我们就随便盲抽一间不用排队的这间饺子店。干杯！现在来吃它的饺子。
哇，都听得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对，还蛮好吃的，但是它里面的料包的比较小一点，我觉得这样子一盘少少的，一下子咻就嗑光了。但它这样其实很便宜，对不对？对，很便宜。它含这个鲔鱼的生鱼片，才1200日币不到，这200多块钱台币，算对得起这个价格。我来试试看它的鲔鱼，算是还 OK 的生鱼片，没有葫芦寿司那么厉害，但对得起这个价格。但我觉得它的这一杯桃子苏打鸡尾酒没有很好喝，普通，没什么味道。但是它的这个美酒超好喝的，非常浑厚的美酒味。福冈第4天，我们继续探索郊区，一早就要前往大分县，看日本最高的九重梦大桥，还有别府地狱谷。我们人数众多，所以直接选择包车，不只可以客制化行程，对长辈也比较友善。连结我也放在资讯栏分享给大家。因为晚上我们会在游步院住温泉饭店，所以就请司机把我们的大型行李都先载到最后一天的饭店。当然，我也有先写信跟饭店询问是否可以先寄放行李。放好行李，我们就要坐大约2小时左右的车前往九重梦大桥啦。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九重梦大吊桥。这一座九重梦大吊桥，它是全日本最高的吊桥，它高173，390，比哥吉拉还高。2015年静冈的三岛大吊桥建成之前呢，它也是最长的吊桥，有390公尺那么长。那它最厉害的是，它居然是民间募资20亿日元建造出来的哦。现在已经买好九重梦大吊桥的票了，它很特别哦，它每一张票的图案是不一样的，不同季节的风景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是免费的，可以花1500日元买一张。那为什么要叫九重梦呢？因为这座桥是位在大分县的九重町，所以九重是地名，那梦则是由5890个名单公开甄选票选出来的名字，也是代表着大家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他门票的收入也都会用于九重町这边国中以下的学童他们的医疗补助，算是一座凝聚当地向心力的桥，能够感受到当地居民的团结。哇，我现在上桥了。它这边的风景超漂亮的耶，那边可以看到大片的原始森林，各种颜色都有，黄色、红色、绿色，还有一点梦幻。是它这边会有一些烟雾飘上来，整个看起来超级梦幻的。这边可以看到2个巨大的瀑布，它还是日本100大名瀑之一的震动瀑布哦。然后另一侧呢，可以看到九醉溪，还有远方的阿苏山，风景超漂亮。而且我觉得九重梦大桥很厉害，它很高很长，我本来以为它会飞长晃，结果超级稳固的，应该是我走过最稳固的吊桥哦。没想到会这么稳定，所以会怕高怕晃的人也不用担心，可以上来。在桥的中央啊，它也有做这种镂空设计，就可以让你看到桥底下，可以在这边测试一下胆量，可以拿到免费的九重梦大桥海报哎。全部都是，也别忘了逛逛伴手礼商店哦。逛完，我们接着开车前往别府。别府拥有2000多个温泉，甚至曾被日本票选活动选为21世纪想要留住的日本风景中的第2名。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地狱八汤。地狱八汤是由8个不同特色的火山性温泉池所组成。那每一个温泉池都有不一样的矿物质，所以会呈现出各式各样的颜色。现在我已经到了地狱八汤之中最大的海地狱。大家看看这个蒸汽超夸张的，有够震撼的哎！海地狱它因为富含了硫酸铁，所以呢会呈现深蓝色，跟海一样。海地狱烟雾弥漫的样子超级无比壮观，而且旁边还有一些红色鸟居的造景，大家也可以走到2楼这边，从上往下看，可以看得更清楚哦。海地狱的伴手礼店有超多东西可以逛的，这边还有红鬼跟青鬼，2个地狱小鬼，好可爱的。还有别府地狱柴犬呢，好可爱啊！还有各种磁铁，甚至连毛巾跟衣服都有哦。极乐馒头超小的，柯南第851话，毛利小五郎在吃的就是这一个极乐馒头，红豆馅。
好小哦，有点不太够吃。我们包车的好处就是因为海地狱这里太多人了，车子都停不下，刚好我们就跟司机约一个时间，时间到了，司机再回来载我们。因为我们时间宝贵，没办法把8个地狱都走完，所以我们挑2个最有名的，就是海地狱跟这个血池地狱。那血池地狱它是呈现血红色的，因为富含氧化铁，再配上后面的这个蒸汽，看起来真的有一股在地狱的 feel 啊，跟小时候看那个地狱的书里面是非常像的。门票是这一张明信片，很特别，可以回去做纪念，或者是写给自己。那血池地狱呢，非常像地狱，这边也有可以跟鬼合照的，旁边还有一个热血。那在后面也是一样有足汤可以泡。要前往九重梦大吊桥，还有别府海地狱跟血池地狱，大众运输都比较不方便，推荐大家包车或是轿车哦。上一集我们玩了福冈的热门郊区景点太宰府天满宫、九重梦大桥，还有别府的地狱八汤。那这一集我们要来到九州最美丽的温泉小镇由布院，来看看汤之平街道，在上面吃很多美食，还有去梦幻的金陵湖，再住一晚由布院的温泉饭店，最后搭热门的观光列车由布院之森回去博多。那赶快继续跟我一起看看福冈有什么好玩的吧 ，Let's go！ 上一集别府地狱八汤玩完，我们请司机直接载我们到今天的饭店放行李，放完就可以轻松逛游步院啦。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汤之平街道。汤之平街道整个非常有氛围，很有文艺气息。然后两侧就是大量的伴手礼商店、土产店，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在汤之平街道的尾端，还可以看到游步院，非常漂亮的一条街道。怎么前往汤之平街道呢？从游步院车站走出来，直走到 B-Speak， 再靠右走就能到汤之平街道喽。现在来到汤之平必吃的一间甜点店，就是这间菊治铜锣烧。菊治铜锣烧的草莓超巨大，现在就来吃吃看好不好吃。菊治的铜锣烧，我们是买草莓口味的，上面有好多颗大草莓，哇，还有很浓厚的芋泥，下面奶油，上面一大颗草莓，吃起来如何？好吃。我也要。我先吃。我超想吃的，哇，下面再沾一点红豆。多层次口感超赞的。它的铜锣烧皮是那种绵绵嫩嫩的，不会很硬，也不会很干，是松软型的铜锣烧。好吃。它的外面这一个皮啊，也是烤的有一点点硬硬脆脆的，所以吃起来就是外脆内软。来了游步院汤之平，记得要来买这一间菊治铜锣烧。要怎么前往菊治呢？汤之平街道的前段靠右侧可以看到很多人排队的店，就是菊治喽。现在来吃吉屋中津炸鸡，它是大分这一边很有名的一间炸鸡店，大分就是炸鸡最有名。我吃的是鸡软骨的，它的软骨咬下去可以听到咔吱咔吱脆脆的声音。现炸的炸鸡吃起来香气十足，好吃。哇，都在冒烟呢，有拍到吗？拍不出来吗？然后反正它在冒烟，柚子胡椒可以吃到那个淡淡的柚子香，非常香。有。我好像第一次吃柚子胡椒口味的炸鸡，很特别。要怎么前往吉屋中津炸鸡呢？菊治再往前走一点就能抵达。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汤布院花卉村。汤布院花卉村都是这种比较欧风的建筑，而且做得很可爱，就不同于日式街道的汤之平。那这里有一个猫头鹰的动物园，我们要进去。他说这一边的猫头鹰啊是可以摸的，但是只能用手背摸，然后只能摸它的后面。我要摸咯。哇！我第一次摸猫头鹰呢，
它的毛好好摸，超顺的。哇，好可爱哦！这只猫头鹰超大，然后它有这个 beginner 的图案，就表示叫你不可以乱摸它。这边还可以看到雪鸮，哎，雪鸮就是哈利波特养的那一只黑妹，居然能在这里这么近距离的看到。它一直对我笑耶，这只雪鸮好可爱哦！能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这一些猫头鹰，真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体验。但我老实说，我觉得他们把它这样子都绑在树上，跟我想象中的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感觉他们好像有一点可怜，因为他们都没有办法自由的飞翔。我觉得还是去动物园看那一种，他们有比较多活动空间的，会比较人道一点。那我看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都还蛮细心的，帮他们喂食跟清理便便。那大家要不要过来就依照自己的评断吧。要怎么前往汤布院花卉村呢？走到汤之平街道偏后段，靠近金灵湖的地方就能找到。逛完汤布院的花卉村，我们走回汤之平街道，继续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汤布院的草莓也是又大又便宜哦。接着我们来吃妙曲，妙曲也是另一间来到游步院必吃的甜点。门口有大大的红色油桶，很好认。妙曲它有名的就是布丁跟热流心起司蛋糕，先来吃吃看它的布丁。哦，还蛮好吃的，吃进去入口即化。它是属于这种比较绵密柔滑的，沾一点焦糖，哇，好赞哦，超好吃的。现在来吃吃看热流心起司蛋糕。哇，它的这个质地超软的啦，好绵哦。哦，很好吃哎，真的很好吃哎。它里面的这一个流心起司 ，Oh my god， 太赞了吧！会吃到满满的起司香浓味，超好吃的。要怎么前往 Milch 呢？Milch 就在橘子的斜对面而已，找到橘子就能找到 Milch。接着前往游步院美术馆，它是由建筑大师隈研吾设计的。前往美术馆的路上也是很漂亮，坐落在山间的美术馆真的很疗愈。可惜我们太晚来，已经闭馆了，所以我们就到游步院的街道走走拍拍。现在来吃我们今天的晚餐，游步院也是必吃的腐饭星。它有2间店，一间是本店，在我们住的金灵湖附近；那另外一间分店就是在车站一出来这里。那因为本店5点半就关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快5点半，我们就来吃这一间。我们腐饭呢要分3次，第一个要先吃原味，然后第2种就是加调味料，然后还要把它那个小菜加进去，然后第3种是把高汤整个加下去变成茶泡饭。我先用了一点出来，先吃原味，我们从鸡肉开始吃。我们今天点一个是鸡肉的，一个是牛的。鸡肉如何？哎，我觉得很香哎，有那种烤肉味。哦，真的耶，有一个炭火香。对。哇，其实鸡肉比我想象中还好吃，因为它这里有名的应该是丰厚牛。哦，但对。我以为它鸡肉会还好，它鸡肉其实还蛮不错的。鸡肉的肉质是很软嫩的，然后那个炭火香这样配进去蛮赞的。第2种吃法，把那个酱料还有那个小菜拌在一起。很像那种烤肉拌饭感觉，就是有一点小菜。韩式拌饭的感觉。但我觉得你酱可能加太多了，有一点偏小辣。真的、哦？还是说我吃到什么？我觉得有点辣，有点咸。
我比较喜欢吃原味。酱油可能是酱油加比较多。请酌量调味，不要加太多。好，我现在要吃的是牛的，只有我能吃牛。它的这个牛肉啊，非常的软嫩，而且配上这个腐饭，它在那个锅底的还有一点点的锅巴，这样两个一起搭着吃进去。哪一个？好吃，难怪大家都要排队。好，我现在要吃第二种吃法，加酱跟加小菜，加了一个柚子胡椒酱试试看。我还是喜欢吃原味的，腐饭的那个香气比较不会被小菜跟调味料盖过去。第三种吃法就是把它那个高汤加进去，有点像是茶泡饭的感觉，还不错，就是没有那么咸。我来吃，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最原味的那种吃法。茶泡饭也不错，但的确我最喜欢吃原味的，你就可以吃到那个米饭一粒一粒粒粒分明，然后还有配一点点锅巴，茶泡饭跟着汤一起喝，就是还可以再多喝那个高汤的香气。整体而言，我觉得这间店比我预期的还要再更好吃一点。建议大家避开尖峰时段，不然排队要等很久哦。要怎么前往油布腐饭兴呢？油布院车站走出来左侧前几间店就是油布腐饭兴的站前店了。这间就是我们在油布院要入住的温泉饭店，油布院 UBL。现在我们已经来到 UBL 温泉饭店了，它的玄关一进来就非常大，然后我们走进来房间，它是很日式的房间哦，有榻榻米，然后我们的床它已经帮我们铺好了。榻榻米的旁边，这里还有小桌椅，可以坐在这一边办公啊、聊天。然后后面这里还有一个日式的壁画，那电视呢算是小小台的。那我觉得它最棒的是窗边这里还有一个更舒服的和室区，梳妆台的话也是非常的日式哦。然后衣橱的话，里面就有浴衣，等一下我们去泡温泉就可以穿。然后下面这里呢就是冰箱，里面的 mini bar 是收费的。然后我觉得它非常贴心的是，它这一个热水里面已经帮我们装好了耶。所以你来这里如果想要泡茶来喝，就可以马上喝到热热的茶。然后我觉得它的窗户非常的大，要是我们早点来的话，光线洒进来应该是很棒。明天早上呢，我们再看看它的早上的 view 如何。厕所的部分呢，它是有分2间的，一间就是浴室，还有浴缸。那马桶的话是自己独立一间的，也是做干湿分离的。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金陵湖。金陵湖是一座充满神秘氛围的小湖，它在清晨或是秋冬的时候，会在湖面飘起弥漫的烟雾，看起来就非常朦胧，很梦幻。这里也被誉为是九州最浪漫的湖泊，但有点可惜，今天风非常大，晨雾好像没有很明显。但如果平常有晨雾的时候呢，这里应该是非常梦幻的。不过也因为今天的风很大，所以水波更加的明显。再搭配金色的阳光这样照下来，波光粼粼的水面看起来就像是金色的鱼鳞在闪耀。这也是金陵湖的由来。要怎么前往金陵湖呢？从油布院 UBL 饭店走路5分钟就能抵达。好，那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入住了一晚油布院 UBL 温泉饭店的实际入住体验。我觉得它的房间空间真的很大，而且呢都是这种日式榻榻米，住起来非常有日式的感觉。然后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坐在这个窗边啊，还可以看到油布院哦。坐在这里喝着茶，看风景，享受一下悠闲的早晨，非常舒服。而且如果你是要住一晚油布院的话，早上一定会去看金陵湖。那这边走去金陵湖只要5分钟，非常方便。那看完金陵湖之后，我们再到大厅啊，喝免费的咖啡，然后悠闲的听着那边的音乐，非常舒服。而且大家出国玩一定就是会比较疲劳，晚上泡一下温泉，享受露天风旅，
消除一下疲劳都蛮不错的。如果有要来由布院玩，然后住一晚的人，可以参考看看这一间饭店。要怎么前往由布院 UBL 饭店呢？可以像我们一样直接包车前往，或是在由布院车站搭乘饭店的免费接驳车都能抵达。退房后，我们搭乘饭店的免费接驳车，大约5分钟就可以抵达由布院车站了。由布院真不愧是被日本 OL 票选为心目中第1名的旅游景点。才一出车站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街道。出车站之后啊，这边就有一个手汤可以泡，因为天气很冷，哇，超烫的，哇，整个直接热起来，超赞的啦。我们搭的是中午的由布院之声，还有一点时间再来吃点由布院的美食。看这间蟹肉棒的路边摊，很多人排队来吃吃看。现在我们要来吃蟹脚，天啊，它超大一只的，这么大只才500日元。感觉应该是合成的，哦，好爽啊！对，是合成的，但是也一样蛮好吃的。然后表皮它是用了一点点的炙烧，这么大只台湾就算是合成的蟹肉棒，也没有办法吃到100块一只。这间路边摊没有 Google Maps 地标，可以直接导航 H2 Star 停车场，它就在隔壁哦。接着我们走到汤之平街道吃金赏可乐饼，一个金赏可乐饼是200日币。这个可乐饼它的内馅算是蛮多的，然后带一点黑胡椒香。不过整体吃下来的话，算是比较一般般的可乐饼，应该大家来的话去吃炸鸡，整体会比较好吃，我个人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回由布院车站搭车。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搭乘由布院之声。由布院之声是来到福冈一定要搭的超热门观光列车，它整体是绿色的车厢，感觉就是给我们很像在大自然里面一样。列车会提早进站让大家拍照，车厢内部使用大量木头，整体空间古典且别致，也有中间是餐桌的4人座。车上也有贩售许多由布院之森的周边纪念品，列车工作人员的衣服、帽子让人拍照，以及热门的 Bispeak 生乳卷。我们在车上买便当吃，可惜味道我觉得普普通通。可以到车头看列车长开车，沿路都是美丽的风景，是很不错的观光列车体验。我们已经从由布院回来博多了，现在要来买很有名的明太子面包 Fufu Bread。那我们今天吃的是在天神这边的分店，这一间比较不用排队哦。现在已经买到它的明太子面包了，哇，明太子也太多了吧！马上来吃一个看看，现烤的有够烫，超烫，直接吃啊！非常好吃哎，它的外层超级酥脆，然后里面是松软的面包，再加上满满的明太子，超赞的。我觉得这一间 Fufu Bread 它的面包已经比巨蛋那一间 Flavor Field 再更上一层楼，更好吃。大家来福冈一定要记得来买这些明太子面包哦。要怎么前往Fufu呢？搭地铁到天神站，走西一出口就能抵达。现在到了今天的酒店了，今天的酒店 Cross Life 在天神的十字生活酒店。它的房间是属于蛮新的，是由这种木头搭配深绿色，是比较有质感的房间。房间的走道非常的宽，书桌的话是窗边一整排的，所以采光进来非常不错。那房间的大小呢，也还算蛮大的，有一个大大的双人床。它的厕所是干湿分离的，而且它的淋浴间有花洒哦，算蛮加分的，比较少饭店会有花洒。吹风机的话，给的是中型的 Panasonic， 没有到像我们那边住博多和服的，是可以调整那个温度啊，还有模式的那么好，但也还算不错了。然后楼下就有超市跟超商，所以我觉得它的地点是它最大的优势。我们走去博多运河城啊、接天深色什么的都很近，而且捷运站走过来大概5-6分钟左右。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要住天神的话，可以考虑看看这一间。要怎么前往十字生活博多天神酒店呢？搭地铁到天神南站6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能抵达。福冈最后一天晚餐，我们来吃鳗鱼料理 Bill 8。
EO8 用餐环境干净又舒适，装潢也非常日式，很有质感，有高达4.9星的超高评价。鳗鱼饭可以加起司，还有精彩的火烧鳗鱼秀，还没吃就先惊叹了一番。火焰把起司融化，看起来更加美味了。点的是 set 一个小的，然后我点的是比较大的套餐，有包含牛肉跟鳗鱼2种。牛肉的话，我觉得还好。来吃吃看它的鳗鱼，哇，都在冒烟呐、它的鳗鱼蛮嫩的，鳗鱼比牛肉好吃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点鳗鱼。如果点比较小的这种 set 啊，它没有附牛肉，我觉得完全 OK， 但是分量比较小。它的锅巴非常的脆，大家千万记得送上来之后要让它烧一下，有锅巴好吃很多。啊，比游步院的腐饭新的那个调味料还好吃，这个辣酱加上去一绝啊！大家看看。辣酱非常香，有点微甜的辣度，然后又不会让人觉得很呛。现在来吃它的甜点，这个甜点是布丁哦。它布丁也蛮有水准的，是很绵密型的，而且里面还有麻糬耶，可以吃到多层次口感，很像甜点店的布丁拿过来这一边。这间店整体吃起来，我觉得算是很精致的，给你不只吃到很精致的食物，然后还给你视觉飨宴，还用点火的，然后在那边刷 cheese。如果喜欢吃小个短袜的人，可能会吃不饱，等下再去吃一点超市的宵夜。吃完鳗鱼，差不多也快8点了，大家可以走到附近的福冈一兰总店。这间整栋的建筑是一兰拉面的创始店，每天晚上8点有表演可以看，真的超级特别的。有来福冈千万不要错过咯。要怎么前往 EO8 呢？搭地铁到中州川端站或结田神社前站都能步行抵达。要前往一兰总店，只要沿着河边走就可以抵达哦。福冈的最后一天留给大家采买伴手礼。早上我们到天神到处逛逛，下午带长辈到大豪公园散步、喝咖啡、逛美术馆与日本庭园。午餐随便路边找的食堂也不错吃，价位不高，而且吃得好满足。福冈美食真的赞，这几天吃到的东西几乎都没有雷。好，现在我们已经到福冈机场啦。那这是6天5夜的福冈之旅，我真的觉得福冈会是美食之都，东西超好吃，而且人相对于东京跟大阪人少非常多，很适合不喜欢拥挤都市感的人。我们带着长辈也能很轻松自在的畅游福冈市区，因为福冈离台湾只要搭飞机2小时，然后从机场到市区又只要15分钟，所以非常快速，我觉得很方便，很适合来一个快闪之旅。那以上就是这次福冈之旅的分享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一样把所有会用到的优惠购票链接放在资讯栏。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